大家好，我是 Roland。新加坡和中国这对特殊伙伴正迈入关键的10年。11月18日，第10届新中领导力论坛在乌节路康莱德酒店举行。新加坡公共服务统筹部长兼国防部长陈真生在主旨演讲中指出，全球势力格局正发生前所未见的变化。除了大国之间的竞争，另一个更根本的挑战是支撑国际秩序数十年的机制正面临信任危机。在全球局势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，新中两国关系的未来会走向哪里？究竟是什么力量让这一段合作关系不断焕发活力？今天就让我们一起从陈真生部长的视角启程，去理解新中合作的新方向，以及它将如何影响高质量发展、全球治理的未来。随着中国“15+5”、2026到2030年规划蓝图的展开，陈振声认为，两国合作正迎来新的战略机遇期。在深度访谈中，他提到一句耐人寻味的话：成功不必在我，但成功必定有我。我们选择合作，因为我们能带来改变。很有意思吧？接下来，让我们一起来探讨其背后的含义，以及新中未来合作的机遇和挑战。既然我们提到了一起走过的合作之路，不妨先从历史聊聊两国关系的特殊性。从19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到今天，这段合作关系从未被定义为寻常的双边交往，而是搭建起了一座独特的合作桥梁。还记得1979年中国开启现代化进程时，最先学习的就是新加坡经验，包括如何规划城市、如何治理社会，这些都成了两国合作的起点。自2009年以来，新加坡和中国还通过新中领导力论坛这样的平台不断深入交流。不夸张地说，这个平台让两国公共服务能力的对话更加高效，也为两国在关键时刻找到共同语言打下基础。陈部长在采访中提到过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：双方这样的互动教会了我们一个道理，合作必须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升级，绝不能停滞不前。未来10年，我们能否再次突破自我，共同迎来新的机遇和挑战？带着这个问题，我们接着往下看。现在我们进入更加严肃的话题：全球局势的复杂变化和挑战。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词，什么时候听都带着无比的紧迫感。你看，全球范围内，一边是地缘政治的持续竞争，另一边是技术革命带来的机遇和冲击，像人工智能、5G 这样的快速迭代，正在重新定义社会秩序。与此同时，气候变化、贫富差距加剧，甚至是社会分化问题都越来越迫切，需要全球更好的携手应对。而新中合作恰好站到了这个复杂棋局的关键位置。比如，仅从过去5年看，新加坡是中国在东盟最大的投资来源国，贸易合作也节节攀升。我们既有坚实的经济基础，又在合作领域不断拓展新边界。正如陈真生所说，在这样的大变局里，我们需要拥抱合作，而不是选择对抗；选择包容，而非孤立。只有这样，新中才能共同打造更强的韧性伙伴关系。那么，新中如何探索这些新机遇呢？新中合作的新方向不仅仅是传统的贸易和经济，更包括高质量发展、数字化治理以及全球议题的共同探索。让我们分几个维度来聊。第一是高质量发展。新加坡这边追求创新、效率，而中国的优势是规模和市场。当双方碰撞在一起，我们看到的可能性会非常惊人。比如，未来在科技领域，双方可以进一步在专利联合开发、企业国际化上做文章。这并不是单纯的商业往来，而是一种双赢的价值创造。第二是数字化合作。这几年，人工智能的进步飞快，但也带来了治理和伦理上的挑战。你可能都听说过，新加坡和中国已经在 AI 技术治理上达成了一些联合目标，包括数据规则制定、电信互联互通等。他说过一个形象的比喻：人工智能就像是一辆越开越快的车，我们不仅需要学会开它，还得确保这辆车不会失控，更不能撞到其他行人。最后一个维度是社会治理。你知道吗？新中合作还涉及到一些很贴近民生的问题，比如说老龄化社会的应对和青年志向的变化。在这两个领域，双方都可以互相学习。我们的基层官员可以向中国学习识别领导潜力的选拔机制，而中国可以借鉴新加坡如何保持社会稳定的经验。
这些领域的探索远远超过传统意义上的双边关系，而成为全球治理的一部分。最后，我们来展望一下这段合作关系的未来方向。你知道，从区域到全球，新中合作正在试图回答两个关键问题：第一，面对数字化和老龄化这些时代命题，我们如何组织社会，让它更加具有韧性？第二，在区域的复杂动态中，我们是否能确保和平与繁荣？陈真生的一个观点特别让人印象深刻：所谓合作，并不仅是做项目，更是培养真正的互信。这种信任才是新中关系的基石，也是让两国成为更大范围全球治理工作的重要推手。他说：愿这一代领导人能够把焦虑的时代化为充满可能的时代。在变局中合作，是对未来最大的献礼。那么你怎么看新中未来合作的可能性呢？有哪些领域值得进一步探索？我们非常期待你的评论，别忘了给我们点赞、分享这个视频，同时订阅我们的频道。让我们一起继续关注这些关乎未来的重要对话。下期再见。